宫神是强行犯系的刑警，看起来邋里邋遢，不修边幅，经常用非法手段破案，最擅长撬锁，熟练的让人怀疑。而他的搭档雨生是个富有上进心、正义感爆棚的新人刑警，只想升职加薪，走上人生巅峰。但他的搭档就是他最大的障碍，因为宫神调查的非法手段，经常让他跟着写检讨，甚至还有停职的风险。两人可谓是相爱相杀。这天有新的案件，天桥上出现了一具女尸，死者叫小武，21岁，是名大学生，在凌晨1点左右死亡，身上一股酒精味，初步判断是醉酒意外身亡。但经验丰富的宫神认为没这么简单，他叫来雨生，一个不注意把他推下天桥。按理说，如果是醉酒摔倒，应该是面朝的，而小武却是头朝地，唯一的可能就是有人正面推他下去。宫神想甩开雨生，独自去小武家。多次上当的雨生这次聪明了，跟着宫神来了。无奈宫神只能威胁他说：“你也不想破不了案，不能升职加薪吧？”雨生默许了他的行为，还抢先一步进入了房间调查。怎料宫神直接关上了门。顶门期间，宫神注意到了门上的红漆，而家里还有油漆清理剂，看来霞雾是被人喷了油漆，然后又擦掉了。医生问了邻居，有目击者看见小武半夜往家的反方向跑去，所以他是从家跑去天桥，而不是回家的。看来真的不是意外，而是他杀。风神则来到网咖，找一个叫小美的黑客，他有失语症，但不妨碍手上的动作。很快就在网上查到小武的资料，得知了他的学校还有一个闺蜜女生。调查完回家发现被人搞了，正门上写着25岁处男。雨生看到可疑的身影，马上追过去，没想到办人竟然是宫神。原来这是一场实验，这大概就是小武遇害的情形。他发现门口被人写了一些侮辱性的话语，在擦掉时看见可疑人物追他到天桥，最后被他一把。那究竟是谁对小武有怨恨呢？第二天，两人来到大学找闺蜜，闺蜜拿出小武发给她的照片，证实了工人的猜测，上面写着“逼小子去死”。闺蜜怀疑这是电车的色狼所为。那天小武被她摸了，两人下车后找他算账，然后当晚涂鸦就出现了。宫神和雨生听了知道他还有隐瞒，既然都反抗了，为什么不报警？一追问，果然色狼给了10万日元当赔偿，两人才不追究。随后两人来到车站调查，雨生看到当时月台的工作人员表情有些变化，看愣神了。工作人员叫小汪，值班时看到小武和人发生过争吵，本想过去调解，但三人说没事，电车又准备出站，所以就离开了。远远还看见他们有金钱交易，从女生口中得知，原来那女生是被男人性骚扰了。可小旺觉得小武并不像受害者，他态度十分强硬，还拽的一批，怀疑这是一场新人跳。正准备查监控看男人的样貌时，小旺认出了对面的雨生，原来两人是初中同学，天降青梅啊！这时气氛瞬间暧昧了起来。旁边的宫神也开课了，查了监控，看清男人的样貌在同一时间逮住了他。男人否认对小武有过性骚扰，他是被仙人跳的。男人很清楚自己在这方面很吃亏，就像哑巴吃黄连，有苦说不出啊，所以他选择用钱解决，多一事不。于是杀了威胁他的小武呢。可男人又不在场，证明凌晨1点他已经回家了。男人老婆可以作证，男人很有钱，住洋楼养番狗，还是个模范好丈夫，工作能干，照顾家庭，一有时间就帮忙带孩子做家务。功臣认为像他这种精英人士应该不会为了小小10万而毁了自己的一生。在两人调查之时，记者李湘查到男人行踪有点问题，他理论上12点就能回到家，可他每晚都是1点回去的，中间1个小时他去哪呢？男人说在电车上，累到睡过去了。李湘有疑问的不止这点，小武一个女孩子竟然敢半夜追一个，怨恨自己男人，真不怕被吃了吗？就在这时，女生接到一个陌生电话，原来是小旺打来的，电话是工人给的，真是好助攻啊！小旺说找到一些可能有用的线索，女生兴高采烈地跑去车站，结果这里还有个杀风景的人。这聊的雨生一愣一愣的。小汪说的线索是金小武丢过一次钱包，里面有30多万，一个女大学生竟然有这么多钱。女生也回忆起她家有很多名牌，进一步查了小武的存款，里面有将近1000万。
看来他真是个新人跳。官方功臣通过小美查到，他在网上还被人各种人肉，个人信息全被曝光，涂鸦的词也和留言上的一样，但这些帖子都被删了。功臣看了最近小五的购买记录，他买过一把电击枪，可家里和身上都没有，怀疑是被犯人拿走了。工人再次拜托小美追查发留言的 IP 地址，发现个人信息都是学校电脑室发出的。根据发送时间判断，人诱小美的人很有可能是她的闺蜜。好家伙，防火防盗防闺蜜啊！闺蜜为什么要背弃小五呢？两人再次来到车站，查了1年的色狼事件终于找到。原来闺蜜的父亲因为被诬陷成色狼，最终跳楼自杀了，家里还欠下巨额的诉讼费，所以他才对仙人跳的小五恨之入骨，然后借此想侮辱她，最终将她杀害嘛，并不是事情还有转折。雨生懵逼了，你家不是被仙人跳弄得家破人亡吗？竟然还让小五去仙人跳。闺蜜说一切的元凶即使是色狼，没有他们也就没有能仙人跳的人了，所以闺蜜想惩罚那些色狼。计划很成功，小五气质好，身材好，非常适合，可她提出被摸的人要拿80%。正所谓不患寡而患不均，看着小五越来越有钱，闺蜜心里急，因此看到网上有人喷她，顺水推舟报了她的个人信息，本想只是让人去骚扰她作为惩罚，没想到小五仇恨这么高，惹上了杀身之祸。而下一个人就轮到闺蜜，她紧了。昨晚闺蜜回家，门上也被人涂鸦，不过很快办人来自嘲，原来是功臣涂的，想吓吓闺蜜，让她说出实情。精神怀疑犯人可能就是闺蜜。市长以上说过，一个女人怎么会半夜去追一个可疑男人呢？所以犯人是女人的可能性很高。如果再加上是认识的，那么肯定会追上去。如果这时再吓吓她，说不定闺蜜就会掏出那把抢来的电击枪，打算晚上再行动毒药丸，故意让闺蜜看见，引诱她出来。晚上女生来到车站等待集合，可功臣说情况有变，网上出现了网暴闺蜜的帖子，让她找台电脑看看。她已经和小旺打过招呼，车站办公室就有，原来是送助攻嘛。女生来到问小旺借电脑，作为报酬，功臣已经付了2张电影票，让他和女生明玩具。功臣发来帖子，追查到发帖的人竟然是男人的老婆，怎么会是他老婆呢？功臣说，男人被仙人跳的事被发上了网，人们都认为男人是色狼，所以他老婆想去报仇，打算明晚去蹲点将他逮捕，那不就不能去约会了吗？功臣这时也想起，觉得自己也有责任，打电话给小旺，说明晚要和女生去大阪出差。第二天晚上，果然有人来涂鸦，女生立刻上去逮捕，没想到那人竟然是小旺。究竟是怎么回事呢？原来这一切都是功臣的套路。功臣很早就怀疑小旺是犯人，因为他一直在引导警方调查，先是爆出小五有可能在新人跳，然后又拿出证据证明，而小五的语气也十分厌恶。当然这并不能说明什么，关键的一点是功臣看见他的字迹和门上的涂鸦非常像，而且小旺一直戴着手套，起初以为是工作需要，然后特意弄到一杯咖啡，但就算弄湿了，小旺也没有脱下。功臣怀疑这手上可能有和小五起争执，弄到的伤口很有可能就是被电击枪所伤，于是为了引出小旺，让小美弄了个假网页，利用女生把网页信息告诉小旺，然后又利用2人的约会，特意告诉他女生和自己要去出差，让小旺有行动的机会。功臣最后问他杀人的动机，小旺说因为小五破坏了车站的和谐。小旺很喜欢车站的工作，因为在那他能看到很多努力奋斗不断向前的人们，但总会有些杀风景的人，无论是色狼还是仙人跳的，仿佛都在说认认真真生活的人就像个傻子，可以被他们随意玩弄一样。其实小旺曾经也是被性骚扰的受害者，但比起色狼，他更加痛恨往仙人跳的。小旺见过很多因为被冤枉而跳轨自杀的人，跟小旺的帖子里也有很多和自己同样是性骚扰的被害者，但害怕被冤枉成仙人跳而不敢发声的人。小旺在那看到有求助的人，希望小五消失，于是被情感催化的他想做个救世主，上门侮辱小旺。小旺从来没有杀他的想法，只是想教训他，让他打消骗人的想法。可不料被小五发现，被追到天桥时，小五用电击枪伤他，条件反射之下，
小旺推了他一把，老五则失足掉了下去。同时，雨生也在小旺家搜出了那把电击枪。最后，宫神还杀人诛心，告诉小汪男人真的是个色狼，他没有被冤枉。那空闲的1个小时就是他的返还时间。你所保护的人，其实也是一个破坏车站和谐的犯人。最后的最后，宫城要雨生亲自将小旺逮捕。小旺告诉雨生，他一开始见面就预料到2人会有这个结局。本来小旺并不想和雨生相认，但最终还是忍不住。或许在他潜意识里，小旺也一直期盼着雨生发现真相，将自己逮捕，帮他带走内心的罪恶感。男人头部受伤昏倒在地，女人在不断呼喊他的名字，现场还有发生争执的痕迹，究竟是怎么一回？原来这是一起强奸未遂案，受害者是名女老师，名叫千里。据她阐述，昨晚犯人从窗户进来，试图想强奸她，还好学校的实习老师打月来拜访犯人，想跳窗逃跑，但被打月抓住。打月顺手抄起花瓶，却不料打中千里的右手。打月继续追犯人，结果踩到花瓶洒下的水，摔倒撞伤了头。好家伙，3人里就强奸犯全身而退，千里伤到右手，打月更惨，目前昏迷未醒。千里并不想起诉那强奸犯，不想将事情搞大，他怕警方调查后全学校都知道他的事，那样他就没脸面对学生了。市长李湘明白他的感受，将这案件定为非法入侵伤害案。在千里家调查后，发现指纹有很多个人，但协议却只有一种，让宫神和雨生从这入手调查犯人。但宫神哪会这么听话啊？他感觉千里和打月关系并不一般。千里在被人强奸未遂后，竟然先叫救护车，而不是报警。报警也能同时派救护车来啊，一点都不耽误救人。先叫救护车的举动，证明在千里心，8月的伤比自己的遭遇要更加重要。雨生没想这么多，也许只是千里他比较有同信息。真是这样吗？封神查到，原来打月和千里很早认识了。打月初中的老师就是千里，后来他读的是一流大学，明明有很多更好的机会，可他却要回到学校当老师。看来他以前遇到过一位很好的恩师。千里听了，只说了这些，他也不清楚。而雨生这边则听从市长李湘的吩咐，调查了那唯一的谐音，查到这是一双布鞋，还查到一位专门偷女人内衣的小偷。官方他叫香妃，又称八嘎男。香龟让女生不要侮辱他，他可是内衣收藏家，不要将他和那些低贱的强奸犯混为一谈。没想到还挺有节操。雨生和功臣来到他家调查，在一个密室发现他的内衣展厅，每件都标有编号和材质，不得不说是真的讲究。八杆男对每件内衣都了如指掌，对穿的人也了如指掌，会事先对他的行踪做好调查。最他妈奇葩的是，八嘎男只会在主人在家时才会去偷内衣，不愧是艺术家。女生拿着内衣照片去让千里确认，在医院看到他在打猎病房前被他妈妈一顿骂。公神想了解情况，可千里的解释很模糊，说因为他不小心做了些失礼的事，导致的。公神去打月妈妈那套话，说打月之所以当老师，因为亲密的关系。达月妈妈听了立刻反驳，说达月很早就有当老师的想法了。达月天生患有心脏病，现在还得吃药，小时候身体一直很不好，初中才正常上学，所以他才会对学校有特殊的情感，想继续享受校园生活，根本就不关千里老师的事。但宫城看得出达月妈妈反应很不对，她似乎真的很讨厌千里老师，提出要去打月房间调查。在那看到打月真的很享受校园生活。郭德是真的多姿多彩，宫城来这的目的就是要找出他和千里的关系，立刻查他电脑，叫他跪唢呐，找到一本和千里老师的交换日记，证实了宫神的猜测，果然两人是近期的死神恋关系。其实达月一点都不喜欢学校，因为小时候频繁休学养病，让他对学校没有一丁点好感，他感觉在班级里就像个外人。一旦在初中时，千里老师改变了他，看出了他的孤单，和他交换日记，写下了很多鼓励他的话语。渐渐的，打月对那个笨笨的、天然呆的千里老师产生了好感。宫神带着雨生来到案发现场，他已经猜到案发的大概经过了，一进来就抄起花瓶砸向女生，而女生的位置就是当时犯人的位置。什么意思？受伤的明明是千里老师啊！
打月要伤的人其实是他功臣。翻到日记的后面，原来那砸烂的花瓶，他送给千里的礼物。也就是说，这可能并不是什么强奸未遂案，而是普通的情侣吵架。千里故意说谎，只是想隐瞒两人生恋的关系。可问题来了，天女为什么偏偏用强奸这借口呢？同事并不觉得两人是师生恋，或许以前有过，但现在肯定并不是。他问了学校的老师，千里的表现从来没见过他和男性有交往。不过几个月前他去过一次相亲，结果就是相亲常见，结局两人尬聊了一会，再也没联系了。而且达月是有女朋友的，住院期间他还来过探望达月，送去了一篮水果。这女友达月妈妈也知道，两人是大学同学，是一个乐队的。临走前还让两人拿走那些柑橘，因为达月在吃心脏的药，吃不了柑橘类的水果。看来这女友也不太了解达月啊。两人来到大学，原来女友是美英，她和达月早就分手了。不过达月很受欢迎，魅力也很大，到现在美英还喜欢着他。可达月心里有别人，眼中根本没有他的存在，所以还是闹掰了。今年春天还听他说过要去追一位老师，那就证明了他和千里现在很有可能在一起了。那案件说到底只是普通情侣吵架吗？还真不是。一开始宫神在千里家中发现有柑橘，起初并不在意，但从达月妈妈那知道达月吃不了柑橘，那这柑橘肯定不是他买的，而且你买的可能性也很低，除非千里像美英一样对达月不了解。可两人在初中时就有暧昧，现在还能在一起，感情肯定深，所以这柑橘大概率不会是千里买的，证明那晚很有可能真的有三个人存在，而且并不是千里口中的强奸犯。毕竟人家买了水果来做客，大人应该就是留下谐音的男人。宫神问李湘，40多岁的单身老女人，是个工作狂，又没有什么爱好，那她对什么会有兴趣呢？千里老师也有这样的焦虑吗？确实有在相亲公司查到，6年前千里老师就注册了会员，可惜没找到合适的，后来注销了。但最近他又申请了回来，而且非常积极，其中一位叫秋山的还和他聊得很投。不是说没什么话聊吗？雨生拿到秋香的电话，一听见是警察，马上挂掉。在准备打过去时，李湘来电话，打月身体突然恶化，千里老师在门口苦苦哀求进去看一眼。打月妈妈极力阻止，造成儿子先撞的人就是李湘，他怎么可能让仇人进去呢？千里失魂落魄地离开雨生，看出他的不对劲，立刻追上去。果然千里走向楼顶，想自己还好雨生着他。打月的情况也稳定下来了。功臣来到，他刚才去找过秋山，秋山已经坦白了一切。那晚的男人果然就是他。他说案发当晚千里来找他约炮，就在两人准备滚床单之时，打月上门来了，看到这对奸夫，淫妇抄起送他的花瓶砸向奸夫，没想到千里还护着他，眼看着奸夫就要逃跑，上前一追，却因地面湿滑砸伤了他。那千里为什么要找秋山约炮呢？秋山还以为那是千人跳呢，看到打猎闯进来，他人都萎了，因为约炮是千里苦苦哀求他的，像是被逼得走投无路才做出的选择。千里为什么要这么做呢？千里说自己就是那种随便的女人，众人当然不太信。秋山也说过，他在最后还是拒绝了，秋山根本做不到和他滚床单。被拆穿的千里一直沉默不语，看来真的有难。李湘跟宫神打了个眼色，让他离开。宫神瞬间领悟，说秋沙也不想将事情搞大，不准备起诉两人仙人跳，所以这案件其实就是个普通的意外，是立不了案的，也不需要什么警察介入。带着女生离开了，接下来就是身为女人间的谈话。最后千里还是于心不忍，告诉了李湘真相，造成这一切全是因为他。他的自卑，其实千里现在40多岁，仍然还是个处女，一点都不懂男人。这么可怜的事，千里不想任何人发现，特别是身为恋人的达约。本来千里的年纪已经可以当他妈了，在两人的亲密关系中，千里已经很自卑，再加上这年纪，没有给他带来任何的经验和技巧，真是白活了这么多年呐。这种自卑让千里觉得，如果让还在青春而且受欢迎的打月知道了这些，那他肯定会因为自己毫无价值而离开自己。所以为了不被嫌弃，他想偷偷上分，没想到造成了这一袜。李湘认为打月是真的喜欢你的，
他怎么会介意这些呢？但仙女并不这么认为。最后，千里在打月病房前，回忆起了过去的种种，从两人的重逢到相恋，这一切都是对方在主动，他似乎只有拖累的份。千里始终不明白，为什么打月会喜欢自己，明明自己满足不了他的需求，从头到尾也只会拖累着他。到了晚上，千里写好辞职信，打算离开这个地方，离开他的身边。第二天，雨生来到学校，告诉千里打月他醒了。醒来第一时间就在问千里在哪，他没事吧？课堂上千里有出糗，裤脚塞到袜子里。这时千里才领悟，即使打月根本不需要他去改变什么，他喜欢的就是那个经常出糗、傻傻的笨笨的老师。今日雨生出席了恩师真夏的退休仪式。真夏为人诚实，热心公众，当地居民都很拥护他，也很受后辈敬佩。雨生就是其中之一。曾经他在基层派出所就受过真夏的照顾，已经将他晋为警察。他的表率了，真相不仅对居民好，对那些曾犯过错的人更好。在他们出狱后，帮他们找工作，致力将他们改邪归正。但宫神一如既往的和雨生唱反调。世上怎么可能有这样的圣人？他就没有一点缺点吗？再好的人也有不为人知的一面。毫无疑问，这集主角就是真相了。几天后，一对上山采野菜的夫妇发现了一个遇害的男人，那人正是真相。他头部被人袭击，目前还在昏迷。现场有很多脚印，还有卡车的轮胎印，附近还掉落了一双宇航手套。女生听见，马上过去探望。宫神也来到，看见病房里有真相，画的还挺好。就在这时，真相的女儿也来探访，真相也就只生个小女儿来照顾他了。妻子在女儿小时候就去世，大女儿在高中时离家出走，现在已经不知所踪。宫神问小女儿真相有没有仇人，小女儿犹豫了一会，说应该没有。女生准备离开医院时，听见争吵声，一个可疑男人在为难着。护士看到女生过来，马上低着头走了。女生问了护士，原来男人在追问真相的病情，登记来访的信息也是假的，看来真的非常可疑。爬过进入山上的路面，监控那晚一共有8辆卡车进去过。女生很快就锁定了目标，结合山上的御寒手套以及可疑男人的工作服，这卡车肯定是一家冷库公司的。来到后问了老板，可疑男人真的在这里工作，前2天开始旷工。本来老板也不想雇他，因为那男人有过案底，还是3起伤害罪，是真相极力推荐，老板才答应收留他的。难怪他会问真相的情况。女生问过男人的邻居，案发当晚他也没有回家。如果他真是凶手的话，为什么还会去问真相的情况呢？宫神在男人家看到男人为找工作，十分头疼。按这么说，真相给他工作也算是他的恩人，怎么就恩将仇报了？在冰箱，男人还贴着一句话：越是痛苦的时候，越是要松开握的拳头。就在这时，女生接到消息，真相醒了，马上过去入口供，确认了那男人就是袭击的人，他叫枯田。宫神和女生立刻展开追捕，将枯田逮回了警局。女生已经做好了调查。据冷库老板和真相的证实，上个月枯田入职后被安排去处理医疗废弃物，但最近因为烧血炉发生了故障，无法处理废弃物，老板就让他这个有前科的把未处理的废弃物埋到山上。枯田不想再干违法的事，拒绝了，老板就说不干就滚蛋。可真滚蛋了，枯田还怎样生存呢？有前科的他找工作并不容易，于是枯田放弃治疗，只好去干。可不巧在山上碰见真相，真相一眼看出他想干嘛，上前去阻止，两人发生了争执，然后枯田就打破了他的头。枯田听完停止了颤抖的脚，反问女生是真瞎说自己袭击他的吗？枯田握紧了拳头，开口否认自己并没有伤他，前面说的都是真的，两人确实也发生过争执，但他并没有袭击真相，反而最开始是真相想袭击他，为了自保，枯田才出手的。哎呦，还想用正当防卫来脱罪生，没这么容易上当。但功臣在外，看着枯田的表现，他紧握拳头的双手慢慢在睁开。这不就是冰箱的那句话吗？越是痛苦，越是要松开紧握的拳头。所以现在枯田内心极度痛苦的。功臣相信枯田的证实，再次来到医院，看到小女儿含泪跑出，这是发生什么事了？真相没有回答，
说这是自己家事。宫神付出了哭甜的争执，问真相为什么他会这么说呢？真相知道宫神怀疑自己，他也不知道凡事都要讲动机，他并没有袭击哭甜的理由。这话倒是提醒了宫臣，也就是得找出真相，为什么会事先出手的动机。晚上来到找小女儿，问她白天和真相的事，原来是小女儿准备结婚，真相却说绝对不会去参加她的婚礼。这是为什么？小女儿说真相就是这样的人，他是个好警察，但不是一个好爸爸，因为在他心中，家人最多只能排第二，第一的位置永远是工作。就连当年母亲去世，他也没有回家看最后一眼。姐姐也是因为他从不顾家，最终被逼得离家出走。小女儿对他参不参加婚礼的事，其实早就有了答案，只不过是出于男方的意愿，才开口询问的。或许这其中也有小女儿对父亲的一丝期待，可最终换来的还是失望。宫神见尿遁前入真相的房间，又开始撬锁工作，撬开了保险柜，里面没有钱，有的只是一些画，而且全部都不是数。这数究竟有什么含义？真相为什么要将它锁在保险柜里呢？柜中还找到一封辞职信，看来真相早就有了辞职的打算。那为什么最后又没有辞标呢？宫臣拜托小美去查树的品种，这是一棵野奇树，最繁茂的时节是在晚秋，全树呈火红状，但真相画的却是青色，显然还没够季节，要欣赏也不可能在那时候啊。吃饭之时，看见店员把墙上的菜名死掉后，露出了一个洞，原来这纸张背后另有乾坤，还有遮丑的功能。宫神突然明白了什么，让小美赶紧去查一些东西，什么都没查到，恰恰正是什么都没有，反而验证了宫神心中的猜测。宫臣又开始坑女生，送她一瓶饮料，迷晕了她，然后送她去了山上，旁边还有一个铲子和一张地图，这是要寻宝啊。而宫臣则来到盏灯下，揭穿了他袭击哭田的动机，就是和画中的树有关。猜测那天正夏去了山上画画，画完回来的路上碰见了哭田，看出他准备去买未处理的废弃物。真夏劝他别去，可哭田执意要去。真夏这下慌了，因为这附近能非法填埋的地方就只有那棵树附近，所以真夏就率先出手，想阻止他过去。当然真夏的目的不是保护那棵树，而是在保护他自己，因为他怕哭田挖出埋在树底下的东西。这就是宫神要羽生去挖掘的真相，底下竟然是一具骸骨。是的，就是正夏失踪的那个大女儿。尸体大女儿其实并没有失踪，而是长眠在这棵树底。宫臣要小美查的正是大女儿的行踪，发现这18年来一点消息都没有。结合真相画的画，数量正好就是18张，日期都是在10月23号，而那天正是大女儿离家出走的日子。真相每年去画画，其实就是在悼念他的大女儿。最后真相说出了真相，18年前大女儿因为真相一点都不，吵着要离家出走，骂了真夏一顿。真夏一上头打了他一巴掌，结果撞到了头。大女儿回到房间后端起了这死法。一真相第一时间想去自首，但随后出去看到小女儿，如果自首了成了罪犯，小女儿要咋办呢？不仅没了家人照顾她，她还要被人贴上罪犯女儿的标签。因此为了小女儿，真夏决定将真相隐藏下去，告诉小女儿姐姐离家出走了。晚上忍痛将大女儿的尸体埋在了山上。罪恶感一直折磨着真相，真相在事后就想离职，可他没勇气去递交，所以只好每年去忏悔，去悼念大吉利，去帮助一些犯过错想改正的人，因为那些人其实就是真相心中的自己，想通过帮助他们来消除心中的罪恶感。保安踏着风骚的步伐在巡逻，突然听见争吵声，赶过去，两女人在看着楼下，原来是有人掉下去摔死了。死者叫大山，是名建筑师，身在的大楼就是他设计的。现场有2个女人和他发生过争执，一个叫高远，一个叫祥子，两人都是高远建筑工公司的员工。高远就是这公司社长的女儿，大山还是他的未婚夫。高远对祥子怨恨很大，说他是杀人凶手，这全部都是他的错。那究竟发生什么事了呢？雨生看着祥子，一脸沉，好像在哪里见过他。高远阐述事情的经过，大山是他未婚夫，
也是他的合作伙伴。两人在搞一个工程项目，即将就要完工。晚上两人庆祝，突然祥子杀了过来，说有张照片要给高远看。果然是小三来讨债吗？没有这么简单。祥子说这是大山和高远交往前拍的照片，大约在8年前，大山疯狂在追求他，于是两人有过一夜情。杨子拿照片给高远看的目的不是想抢大山，恰恰相反，他是想提醒高远，大山不仅是个渣男，还是个跟踪狂。就算已经和高远订婚了，但他还是在约祥子出来，约不成就改跟踪，缠着祥子不放。强子越来越害怕，怎么劝怎么骂大山都没用，报警警察也没受理。没办法，强子只好去找高远摊牌，让高远去治他。可高远不信大山不会做这样的事，因为祥子有被害妄想，于是祥子就想拿照片说话，但被大山抢先一步。他们两人先单独谈。高远走出去后，一回就听见两人的争吵声，看见两人从屋内跑到楼梯间，为了照片扭打起来。祥子平时因为大山的跟踪，对他已经有恐惧感，看向地面更加害怕了，觉得这回自己要完。求生欲突然爆发，用尽了全身的力气挣脱，结果大山失去了平衡，被甩了出去。两人的口供和保安的证实几乎一致，完美还原了现场。按这么说的话，祥子可以算是正当防卫，不小心制造了大三死亡的意外。但功臣没有轻易做出判断，祥子有些不爽了，说事情会发展到现在，警察也有责任，如果当时报警受理的话，之后也没有这一出。女生突然慌了，她已经想起祥子是谁了，对不对？这下完犊子，如果祥子把这事告诉媒体，说这都是警方的责任，那就完蛋了。女生告诉工程，当时她并没有不受理，而是祥子怪怪的，她来报警。女生当然要问清事情经过，但一群问她被跟踪的事。突然祥子又说没事了，然后转头离开，留下一脸懵逼的雨生。不仅雨生觉得祥子怪，工程在审讯他时也觉得有些违和感。试问你是大山，你帮上了富婆，做了高远公司的驸马爷，还没正式结婚前，你会冒风险做出有损两人关系的事吗？而且出轨对象还是未婚妻的同事，就算大三真是个大色批，找人约炮可以说得通，但为什么要去跟踪呢？一旦穿帮，全部的名声和财产都没了。就算是下半身思考，也不会这么想吧。所以约没约炮不知道，但功臣认为跟踪一事应该是祥子捏造的。两人去往高远公司，问了其他同事，大川的风评极差，不仅好色，还是个马屁精，对同事下属态度很差，就只会讨好上司。众人都觉得高远很可怜，被逼嫁给那样的人。高远和祥子关系也很差，两人是竞争对手。不过众人都认为是高远单方面讨厌祥子，因为祥子工作能力强，人际关系也很好，所以身为同期的高远对他产了嫉妒。女生和宫神一路打听消息，追查到很多消息的源头都来自于公司的八卦女。之前祥子和他说过被跟踪的事，还发给了他通话记录。不过奇怪的是，八卦女和祥子的关系也就普通同事，这是祥子第一次告诉他私人的事。这越发验证跟踪一事是祥子捏造的，他是故意将消息发给公司最八卦的人，让他传播出去，证实自己被跟踪了。可祥子为什么捏造跟踪一事呢？机长李昌认为，他最终目的是要打着正当防卫的名义，将大山给杀了。如果真是这样的话，祥子杀人的动机是什么呢？而且高远的证实又是怎么回事呢？他可是亲眼看着两人在争执，然后大山被甩出去了。难道高远在撒谎？第二天宫神去试试，高原告诉他调查的进展，大山根本没有跟踪祥子。高远听了情绪很异常，他竟然惊讶了起来，说明这出乎了他的意料。怎么回事？之前不是确信大山不会做跟踪一事吗？就在这时，高远爸回来，责怪高远竟然带警察回来，万一被人知道这屋的人染上命案，房价又得跌。果然他和大山的婚姻是被逼的，他根本也不爱大山，或许还真有帮祥子隐瞒的理由。宫神和雨生模拟了案件的经过，发现祥子根本不可能做到将大山甩下楼，栏杆这么高，祥子力气也不如大山，不可能让他失去平衡甩他下去。晚上，宫臣让小美监视着祥子看了酒店的杂志，终于发现了祥子的漏洞。第二天带着女生来找他，知道他不想见警察，特意给他准备了一份礼物道歉。达成两人进屋，
功臣发现祥子生活得很朴素，但手上的戒指却很名贵的样子。祥子说这是假货，很疑地问两人来的目的。功臣来这当然是要揭穿他的谎言，拿出他和大山开房的照片。祥子说这是半年前拍的，可昨晚功臣按照枕头套的商标找到了那家酒店，发现他们在1周前才引进这样的商标，所以这照片是最近1周拍的，根本不是在8年前。而根据祥子的狗狗，他因为大山的跟踪感到非常害怕，那为什么在近1周还和他开房呢？也就是说大山根本没在跟踪他。可没想到祥子还在嘴硬，说这是一种安抚策略，和他开房是为了安抚他的跟踪心理，先暂时满足他，避免他发生过激的行为。留下照片是想作为证据，让高远相信大山是个渣男，是有可能成为一个跟踪狂的。妈的，这理由也太扯了吧！女生当然不信，祥子要他拿出证据证明大山没有跟踪自己，证明大山不是一个跟踪狂。好家伙，这手反打打得雨生哑口无言，不存在的东西要怎样证明啊？而且现在还死活对阵。同事分析，两人近1周开房的话，那祥子不就是个小三吗？可能以前两人也在一起过，然后大三绑上了富婆，甩了祥子，祥子怀恨在心，计划把大三杀了。这种猜测顺理情杀的现象也很普遍。但问题是高远的证实，这案件搞得李湘压力贼大，因为祥子已经把事情告诉了媒体，上面给他的压力越来越重，吸烟已经不能解压了。李湘打算用最后一招冲动消费，说祥子和他大概也是一类人。他手上的戒指不是平一阔，他可是限量版，50多万呢。认为他也是在压力山大的时候冲动消费的。功臣恍然大悟，来到珠宝店，果然祥子来过，服务员对他印象也很深刻，一来就花了100万买了一对限量版戒指。祥子戴了一只，另一只给谁的呢？难道是给大山买的？就在这时，八卦女有了新情报，有人看见祥子进去过妇产科，当时大山已经和高远订婚了，大家都在传孩子是大山的，是他要祥子去打掉孩子，所以他才有意杀了那渣男。功臣要小美去验证科验证，挖出了更加紧的消息，终于明白了整件事情，也明白了高远为什么要撒谎了，因为他也是杀死大山的凶手。这些全是祥子设计谋杀大山的计划，捏造跟踪一事，伪装正当防卫来脱罪。那晚故意拿着照片上去找高远，祥子很清楚大山肯定会先单独找他聊，然后故意惹怒大山，引他去楼梯间，发生争执之时，埋伏在旁的高远一把把他推下去。最后两人等着保安来巡逻，故意制造争吵声，让保安给两人作证。那为什么高远会帮他杀人呢？他和祥子不是不和吗？这只是表面而已。这案件还真是情杀，不过小三并不是祥子，而是大三。祥子和高远其实是一对百合，两人早就在一起了。为了隐瞒这层关系，两人在公司假装敌对，假装水火不容。在珠宝店也查到，那对戒指是祥子以高远的名义购买，上面还刻着两人的情话。祥子策划这一切，目的是想保护自己心爱的人。即使进妇产科的人不是祥子，而是高远，他是陪高远来看病的。结果看了报告，下体出血撕裂，推断是被人强暴。一追问得知那人就是大山，也得知了两人订婚后，大山对高远非常粗鲁，无论在肉体还是在精神上，都受到了严重的暴力对待。祥子心疼高远，于是心中产生了杀害大山的想法，所以就策划了这一切，借正当防卫为由将他杀害。最后祥子承认一切，但这是他一人所为，高远没有参与其中。可在外的高远不知道，这就是祥子的牺牲。他为了这个计划连自己也牺牲了，和自己的仇人开房，和他睡了一晚。最后高远承认了他就是推大山的人。功臣进去将高远的道歉转告给了祥子，这是一位奇葩的绑匪，绑了议员的女儿，但不要赎金，只要议员上演一场真人秀，奔跑吧夫妻又名女儿去哪了，看够了就取消交易，怕不是中医太难看，所以才想自己来策划。这次当然已经惊动了警方，而且本次绑架案没有这么简单。工程话还没理完就马上赶回警局，因为在真人秀路上发现了一员女人的鞋子，鞋底有个彩釉图案，那是7年前轰动一时的彩釉事件。
的犯罪签名。7年前，一对夫妻惨遭杀害，只剩一个12岁的小女孩，以及墙上被彩釉寄生的无蜗牛图案。而他的作案手法和一本推理小说一模一样，采用幼虫会寄生在蜗牛眼里，最终会夺取他的大脑，完全控制他。小说主人公就像一只蜗牛，他被一位杀人犯不慎放下托起连环杀人案。其实那根本不是小说，而是作者的自传，那位主人公就是他自己。那寄生的采用其实是名利，作者为了流量让小说大卖，故意按照小说剧情制造杀人事件，最终作者在警察追捕途中畏罪自焚了。所以本次案件的凶手无疑是个模仿吧。功臣收到消息马上赶回去，见小美关掉了他屏幕的心门才安心。同事也告诉女生，原来功臣在7年前就是负责那案件的刑警，看来小美就是7年前存活下来的女孩了。封神想去调查本次案件，骗女生说小美有贩毒的可能，让她盯着小美，被忽悠绝了。小美看到新闻，情绪变得非常激动，上去把电视电源拔了，看见雨生在，明白这是工程的安排，立刻摆脱，调了雨生工程加入了调查。女儿是在学完芭蕾回家时被绑。案件发生时，议员在会上正在喷人，接到消息立刻赶回去了解情况。宫神不想知道这些，他想知道这案是否和采用事件有关。果然还真有，在7年前，因为采用事件，议员的老丈人把这小说给禁了。老丈人是前市长，议员是上门女婿，他能成为议员，很大程度是他老丈人的缘故。就在这时，绑匪打来电话，又要两人开始真人秀，夫妻两人每人拿5000万，同时要求媒体直播。宫神和女生假装路人，在议员夫妻作秀的路上，发现采用的涂鸦工程，一眼便看出这涂鸦甚好排货，这蜗牛壳的旋都画反了。看来犯人真是个模仿犯，而且对议员一家十分痛恨，绑架女儿的目的也只是想玩弄他们，享受支配。随后，宫神雨生来到找议员会上喷的老议员。从结果收益来看，老议员得益是最大的，因为当时在会上喷，他兼任了商会的董事，议员手头有证据证明他在贪污，结果因为这案件强行终止了，而且地面监控也拍到老议员，商会的车辆就在绑架案发生的附近。老议员说这事和他无关，那是议员他为了自保出的烟雾弹，他想隐瞒的是自己的婚外恋，他其实和秘书有一腿。晚上公审过去试探，说老议员好像也掌握了您的丑闻。议员听了马上否认，说这些只是传言，丑闻还没说是什么呢，这就传言呢？看来他心里清楚，那么这可能就不是传言了。功臣看了看阳台的衣服，想到了庙，既借收衣服为名，偷听到议员夫人和秘书的谈话。原来当时夫人安排了秘书去接送女儿，秘书在向他道歉，夫人嘴上说错的是他，但这威压可是全压在秘书身上。在外公神被发现，不过没关系，他已经找好了理由。难道他是个天才？服务员的反应很大，好像这些衣服碰不得一样。第二天，女生已经打听到议员服。奇的是，本来议员只是个游手好闲的无业游民，后来他们在相亲会上相遇，众人都说是议员故意设计接近市长的女儿。后来他也成功了一招，生米煮成熟饭，成了上门女婿，借夫人以家为跳板，开始做起投资买卖，各方面都有涉及，怎么不按套路出牌啊？出于无奈，他只好当议员，借着老丈人的名声和资源，他以第一票数碾压众人，成功当选。女生对他的评价是他妈，他才是柴油吧，继承在市长一家常识他们的家产，最后还想接过继承，控制他们。女生对夫人感到很可怜，跟了议员后，她就没发生过好事。怀孕期间得了乳腺癌，生育后去做了乳房切除手术，命是保住了，但失去了老公。议员和秘书搞在一起了。女生怀疑这案件是议员搞出来的，因为他出轨的事周围人几乎都知道，夫人肯定也知道，担心不久后会和他离婚，于是打算策划一场绑架，从夫人手上拿一笔分手费。最可恶的是，他还在电视上逆苦情。男主人设具体操作的人当然秘书，他被安排去接女儿，这期间操作空间可太大了。就在讨论这时，秘书突然要离开，还说受不了了。什么情况？难道真给女生猜中了功臣，让女生来选择，是想要调查美丽人妻还是单身美女？懂的都懂，
当然是秘书了。宫神来到找夫人，夫人猜到宫神已经知道议员出轨的事，说这都是自己的错，如果他能好好处理这事，女儿也不会有危险。夫人每天都想着离婚，但日本重男轻女是十分严重的，特别是政坛，那里的人几乎个个都是大男人主义。夫人从小被父亲师长教育，男人有几个情人很正常，所以她也不想反抗，没办法，夫人只好将其合理化，安慰自己说女儿不能没有父亲，还要努力将议员抢回来。吴语本人都这么说了，我们也只好尊重理解，祝福。宫神没在追问之中，一天的小美发来消息，问宫神他知道采用事件吗？宫神马上去解释，本次案件和采用事件无关。小美不太信，封神转移话题，让他先帮忙调查老议员。而雨生这边问了秘书，他很干脆承认和议员在搞婚外恋，议员还对他承诺过要带他离开这里，然后一直在一起。老渣男啊！可后来被夫人发现，强行留住出了议员。宫神听了，让女生去调查一件事，就是去看当时夫人在烧什么。女生还真有发现，除了这，其他都烧成灰了。而屋内电话又起，绑匪说玩够了，这回真是交易部，许通知警察，媒体30分钟后到动物园交赎金，而且要议员一个人去。警方接到消息，在周围做好埋伏，但宫城却还在屋内。原来刚才的电话是他打的。小美负责发短信指使议员行动，目的是要把人都引出去。刘犯人在这独揽功劳，犯人竟然是夫人，究竟是怎么回事呢？外人都认为那条寄生虫采用是议员，是他设计接近夫人当上门女婿，目的想逐步蚕食市长一家，最后将他完全掌控。可真相却是反过来了，其实夫人才是那条残狗，议员只是他挑选的，一只任他操控的蜗牛而已。墙上挂着议员经商投资的照片，仔细一看，其实夫人一直在那，甚至有招他还是 C 位功臣。觉得奇怪，一般夫人这种大男人主义家庭，男主外女，组内呼吸这种公共场合一般很少，有是有，但 C 位肯定不会让他炸。于是宫神就找那些合作商，一打听，原来投资的人根本不是议员，而是他。那个经商投资失败的人其实是他。宫神认为夫人从小的梦想便是继承父业，接过父亲的棒子，当上这里的市长。他从小到大取得的奖牌便是证明。但女人怎么能抛头露脸呢？父亲不同意，这个社会也不同意，夫人被迫放弃了梦想，于是便想到找一个能代替自己完成梦想的男人，那人就是议员。夫人看中他的原因，就是因为他游手好闲，这个上了年纪、没主见、没什么价值的人，他肯定会非常听话，成为自己的烦恼。但是夫人只操控了议员的行为，却没有操控他的思想。当上议员后，人偶有了自我意识，故意出轨秘书来反抗夫人，目的是要他休了自己。拜托控制夫人当然也看得出，他不允许自己的工具人有了自我，于是利用女儿策划出这场绑架案，来持续操控议员。一是粉碎他的自我，侧面告诉议员他依旧是那个任我操控的蜗牛；二是作秀给秘书看，借助媒体，两人在找女儿的路上互相扶持，完全表现出一副恩爱夫妻的样子，还故意录下来关在房间，让秘书产生罪恶感，是你弄丢了我们的女儿，是你拆散了我们幸福的一家，害得我们家破人亡，利用他的罪恶感逼迫他自己离开议员。当然夫人是不可能出面做这事的，找来帮忙的人正是老议员，因为议员手上有弹劾他的证据，所以就以此做交易，让他帮忙实施这个计划。封神猜测夫人上次烧的东西及手上的，就是老艺人想烧毁的证据。封神收衣服时，看见夫人还帮女儿洗了运动服，甚至还洗了室内鞋，仿佛预知她什么时候就能回来一样。夫人没有回答，转头跑去烧毁手上的证据。雨生立刻阻止，确定内容果然就是老艺人商会的账门功臣，拿起水枪扑灭了火炉的火，顺带还让夫人冷静了下来。谎言被拆穿，多年以来压抑的情绪终于释放。说女儿被绑架的这几天，是她近几年最开心最爽快的日子。她能够看见丈夫为了女儿，为了她，为了这个家而奔波，两人互相扶持，互相前行，让夫人产生一种错觉，以为两人还能继续在一起。
但那个女人始终提醒他不可能。原来烧毁的那件内衣不是夫人的，是秘书和议员搞完后留下的，像是故意留在这嘲讽夫人一样。正是因为见过议员对他的好，才会恋恋不忘，认为议员还会回到从前。可现实在不断打夫人的脸。最近议员对他只有离婚的想法，再加上秘书告诉他自己怀孕了，进一步逼议员离婚。可其实秘书根本没有怀孕，平时家里的厕所就夫人女儿和秘书使用，夫人一验就知道是假的，不是秘书是真。当自己家啊，功臣不懂，明知道是假的，为什么要隐忍不告诉议员呢？这种苟延残喘真的好吗？你苦他苦，夹在中间的女儿更加痛苦。3个大人的情感纠纷，最终却要一个小女孩来承受。我突然好像明白了，为什么7年前采用事件只杀了父母，单独留下一个小女孩，似乎想告诉她，这种自私的父母不要也罢，你是可以一个人生活的。当然这也是犯人的一厢情愿，而且做法也非常极端。男人在天文馆遇刺，结果没死成，陷入了昏迷。男人叫被渠，是个动画 APP 的创始人，身家100亿，但风评很差，暴论评出臭的一批。网上还被人爆出他多次通过诈骗等专法律控制的手段收购了大量企业。工程表示你就酸吧，单身女人的重点就是不一样。身家300亿的单身被渠被人捅了一刀，第一发现人是他的司机，昨晚9点左右送他到天文馆，按照吩咐12点进去接人，结果发现他已经流血倒地。根据他推特的留言说今晚会宣布一个惊喜，这下是真的惊喜了。猜测犯人就是看了这推特，所以提前来到这蹲点。公审和雨生默契地进行了案件重演。第2天被旭醒了过来，但他却说没看见凶手的模样。这怎么可能？从他被刀的伤口推测，犯人就是正面捅他的，怎么可能没看到犯人的样子？而且这刀并无致命，昏倒前应该也能看到。雨生没有追问，换个说法，问他有没有可疑对象。佩奇有些不耐烦，说恨自己的人太多了，让2人赶紧离开。他秒秒钟1亿上下呢，这嘴是真的自带嘲讽。警方初步调查了哪些人跟被渠有纠纷，发现2页纸都写不完。但是他收购的20家企业里面，就有不少跟他有仇的人，据说每家都是他强行买跟公司股份，然后夺过经营权，霸占了别人的公司。最可疑的就是案发地点，天文台的前公司董事星月，他创办了一间制作望远镜的公司，去年被渠收购，传言是被渠骗他儿子去投资建造天文馆，结果一场空，星月儿子被开空头支票破产了，于是被渠用超低价被罚，收购了他全部的资产。星月儿子也因负债累累，最后自尽了。所以这星月有很强烈的杀人动机。被渠不仅毁了他打造的事业，还毁了他的家庭功臣。女生过去问话，星月否认杀人，他虽然恨被渠，但更怪儿子太天真，为了多年天文馆的梦想，精心的小人。女生问他案发时人在哪，又说昨晚喝了酒，很早睡过去了。就在这时，星月的孙女小光回到家，她能证明昨晚爷爷就在家中。小光不仅知道父亲是怎么死的，而且他还是第一发现人公神。女生跟小光确认了星月的不在场证明。小光跟2人说，爷爷虽然恨被渠，喝醉后经常骂他，但他没有杀人的心，因为被渠没做错什么。这枪法不像是个小孩拥有的。突然手机提醒声响起，原来雨生和小光在玩同一款 AR 手游，2人交流了一番玩家心得。小光还晒出他的稀有宝可梦，宫神瞬间变成了外人。市长李湘打电话告诉雨生，被渠想起了反人的模样，那人就是星月。雨生把他带回警局审讯，他坚决否认罪名。可为什么被渠突然又想起来人呢？这未免有点假吧。随后宫神和女生去找他，被渠很拽，说想起了就想起了。宫神也不客气，第一次问话时，被渠明确说过自己没看见犯人的模样，这不前后矛盾了吗？悲剧还在嘴硬，这只是我的表达方式而已，没看见指的就是没想起来。宫臣明白这是他的话术，故意说些模棱两可的语句，就算被拆穿他也能掰回来，这样就不能指控他做伪证了。那他为什么要撒谎呢？答案只有一个，那就是钱。因为被渠是个奸商。晚上女生彻底调查了被渠一番，
原来那大火的 A2 手游也即将被贝曲收购。最近贝曲和游戏公司的很多股东都有来往。女生怀疑袭击贝曲的犯人是社长，因为一旦收购，游戏名声就臭了，必定会流失大量玩家。两人过去问话，社长对贝曲确实有怨恨，但具体案件情报没问出来，倒是问出了这游戏即将出新角色。而宫神已经彻底沉迷，小美更牛逼，是该游戏的大神，还是全图鉴选手，100只精灵全收集了。宫神看出不对劲，你该不会用外挂了吧？还真是阿伟。而另一边，同事查出星月有请侦探调查过贝许的行踪，怀疑他一直有杀害贝许的想法。李湘和雨生再次把星月请回警局，雨生留下想安慰小光的情绪。就在这时，宫神也来到小光，让两人回去。他根本不需要什么安慰，也不需要人陪，因为大家都是骗子。原来小光在学校经常被欺负，鞋子被写满侮辱性的话语。小光不想让家人知道这些，只好躲着父亲默默擦掉。但偶然小光跑得匆忙，还是被父亲发现了。父亲明白他的感受，没有拆穿小光，带着他去天台观星，指着天上的天鹅座贝塔星告诉小光，肉眼看这星只有一颗，但在望远镜的辅助下，它的真面目其实是颗双星。它就像小光一样，看似孤单一人，实际上他每时每刻都有父亲陪伴着他。可父亲食言了，所以小光现在谁也不信，更加不信什么陪伴的话语。而另一边，星月坚持否认袭击贝曲，他请侦探调查，贝曲只是想挖他黑料，找证据抹黑他而已。风神来到小光的学校，他看见小光家的学年日记只有1、2、3年级，今年的4年级日记没在那，不在家那基本就在学校。果然一番查找后，发现了旁边还有个小胖，目睹了一切，给他一张彩票，贿赂他一张彩票就是一个希望啊。女生还是认为社长很可疑，来到公司想再次询问，但社长不在那，被告知去处理事务了。宫城这边看了小芳的日记，让小美调查贝曲所谓的天文馆惊喜计划。就在这时，贝曲又发推特，今晚又要搞惊喜，而且还要现场直播。宫城回想起贝曲的话，终于明白他撒谎的。徒弟通知雨生马上赶去天文馆，这场直播是个圈套，是被许翔引诱犯人再次袭击他这人还真是幸运。不过是小星月，小光再次上演袭击他的戏码，可这次贝曲已经做好了准备。风神来到拆穿贝曲的阴谋，他故意模棱两可说犯人是星月，警方自然怀疑犯人是老星月，由此引发小光对他的憎恨。然后再联手手游公司社长搞一次直播，表面是宣布新版本的惊喜，实则是想拍下小光激他的意念。因为贝举知道刑法治不了14岁以下的小光，所以他想小光社会死亡。回想起一开始小光说的贝曲不是坏人，他是坏人的话，那他怎么不被抓呢？这话到底是多讽刺啊！宫城给雨生看了小光的日记，从中可以了解到他袭击贝曲的原因。小光有着和父亲一样的梦想，就是做出一个世上独有的天象仪。父亲这么执着拥有一个天文馆，就是想完成他和女儿的梦想。小光还把它设计成美丽的天鹅模样，这天鹅就是之前小光在游戏里筛出的那只。宫城在小美的悬壶剑中根本没发现这天鹅，于是便起了疑心。但小美深入调查，发现这天鹅就是在案发当晚在天文馆测试的新角色，捕捉到它的地点也只有天文馆的甜香仪，所以宫城便知道了袭击贝曲的人就是小光，同时也明白了小光为什么要在发布的那天袭击他。因为贝曲不仅设计谋取了他们家的企业，还盗取了他和父亲的梦想以及他和父亲的回忆。最后小光交代了一切，